欢迎来到 Undercover Minister 系列。近期新官上任的交通部长 YB 陆兆福时不时就外出 spot check， 东拍拍西拍拍。有人说他好勤劳啊，但也有人说他只不过是在演戏，好大的官威啊！所以到底陆兆福的 spot check 是真的认真在做的吗？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 spot check 他的 spot check， 看他有没有认真哈。那为了掩人耳目，今天我们就要穿上我们的赞助商 Princess 为我们准备的 Not a Spot Check T-shirt。穿上过后，你 you know 就别人就知道不是一个 Spot Check 了哈。我们就马上开始低调出发吧。对，我们低调一点。而外币结合后，我们第一站将会从 KL Central 出发，选择搭 Kelana Jaya Line 前往当汪一。为了避免错过 Peak Hour， 我们马上出发吧。Spot Check 是真的有用吗？Spot Check 不是有不有用的问题，就是问题，就是他要让我了解实际的情况，跟官员开会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了解讲他啦。对。那个。哇！一上月台发现怎么这么多人，震惊了哦！原来今天有 LRT 坏掉，我们要来 spot check 整个应对措施好不好？今天故障，那怎么办？你们会去修吗？肯定会修啊，这个也不是我修啊，这个是有他国家基建中心 Prasaran 啊，说不关你的事的哦，怎么办啊？并不是说不关我的事，这个是肯定我们要去了解去知道情况哦。为什么一直有故障？主要原因是什么？一直传出故障，一直常常一个月传4、5次。你要了解这个地铁的系统已经有20多年了，当有20年以上的这个系统了，肯定一路来可能那个修理的这个维修的这个工作可能还是必须要增加了。1个月前，当我跟这个巴萨那开会的时候，我已经有公开的说，未来的几个月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还有故障。因为我们的 system 还不能够 stabilize 下来，所以但是他们都有做改善的工作，这个是技术上他们不停的这个去做出维修。这有 Plan B 吗？如果都已经预知未来几个月有这样的故障，巴士啊之类的，肯定巴士都有的，巴士都接驳巴士都有的，但是你一般的民众呢，他用惯了这个LRT， 可能对他的这个住的地方也靠近，所以你很难。除非真的是没有办法，他改去这个巴士的服务，巴士的服务也是会面对问题，因为巴士肯定也会面对塞车。特别今天的情况最糟糕就是当里面都有故障，外面又下大雨，怎么办？又塞车，所以就是不用上班耶。这个是下班的时候亏掉了，没有人回家。OK。对。哇，这样怎么挤？最少要等两三。是的，他还是被发现了，看来人气挺高哈。可是有人讲说，我们选部长是要做决策的哦，为什么你要去做这种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应该给下面的人做咩？你不是应该做重大决策吗？还是你就是演戏？做。什么都能讲啊！你是要投我是吧？没有，问吧。网民是这样讲吗？问你讲。Spot check 你就是刚才我讲了，就是你要了解那个情况，你要做任何的决策，你要做改善，你都要知道那到底什么情况，有什么弱点，你要放在你自己，好像一个普通的人民，他是期待什么，你才能够知道那个期望是什么嘛？你知道期望什么，你要在哪一方面改善，你最期望是什么？一个普通的人民，你看看每一天用的，第一肯定那个服务准时、快、舒服，方便，这些你要自己去感受到底的情况怎么样，你才能够去了解怎样去改善。所以那些讲你演戏的网民，你会不会很 sad 听到？我一般上都不会理会的这些，因为有人赞你，有人赞你，有人唱你，这些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那些介意人家怎样讲你的人呢，就不用从政的，因为从政什么的人都有讲，所以我也无所谓的。那你觉得现在的 LRT 啊、地铁啊这种，你现在会给多少分？你很难去怎样说去打分？你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系统，这个路线这个系统，肯定它其实
那个设备已经有了，但是肯定你在各方面，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改善的，确保它是最重要是准时的那个程度，还有那个最重要是它的操作必须要更加肯定的，所以这方面你必须要去确保。所以怎样确保呢？就是我要了解到底什么问题。这个刚才我讲了，我们其中一个是 maintenance 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整个系统的 maintenance， 所以是不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去做出改善？所以这个也是跟管理层谈的其中一个情况。所以可以理解为 spot check 只是你的第一步啦，就是决策之前一定要去了解民情，过后再做别的啦。肯定我们的工作不只是 spot check 嘛。OK， 部长的工作是什么？部长的工作其实是叫做决定、做决策，但是你还没有做决策、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怎样做决定？你要怎样的方向，你必须要了解才能够做决策嘛，不然的话你只是听一些官员的这个指示或者官员的这些看法，你肯定你自己就不知道，你就是没有自己的一套，没有自己的想法嘛。比如说今天如果官员告诉我给我一个报告说今天没有了，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这个你现在没有下来这里看了情况，你不知道吗？据说跟我们的小拿破仑嘛，对不对？整天这样。他们真的会有夸大然后骗你的这种情况。有这样的。不是说骗了，但是有时候掩盖一些事情。你美化肯定，当你要靠其他人给你的报告，他已经有隔了一层嘛，所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情况他不敢真正的告诉你。你讲上次有一个电梯，很多年都没有修好，可是你一来就好了。并不是说我一来就好，并我不是找不到也那个肯定不是我的功劳啊，这个是有一点的这个夸张，我也没有说飘然，这个是知道这些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工作。像我想问那个电梯啊，是真的就是你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就去修？没有，我首先我去看的那个用意是什么呢？我要给管理层还有营院的人了解，部长了解那个情况。我去看了那个情况，所以我一张照片我不用骂你，我一张照片，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久？已经有一种压力了嘛，是已经造成一种压力了嘛。这老板很厉害。如果我不需要骂人的，有时候做一个动作，我下来巡查一下，拍个照片，已经造成一个那个效应了。这样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修好？有理由说这些因为维修，它很多 spare part 因为疫情的关系。supply chain 受到影响，中国的很多的这些 spare part 没有来，或者迟来，等了很多个月都没有来。但是可能我是幸运啊，我一下来看了那个 spare part 就马上有了，就马上就做了。可能我是幸运啊，不排除这个可能啦然后这样下面。是 OK。快多一趟，其实来的次数是蛮多的，已经快了，它已经比较顺畅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所谓的 last mile 跟 first mile， 这个也是我们公共交通上面很缺的一环啊。比方讲，之前的微型交通工具都是被 ban， 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微型工具这个肯定我们是鼓励的，要怎样在安全的这个情况来鼓励人家去用。所以这方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guideline。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用，是因为要特地搭 Grab 去到 KL Central 很贵耶，就是还要去到 LRT 站还要出多一笔钱，倒不如直接搭车过去。你未来的方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解决这个 first mile 的问题 ？first mile 所有的公共交通，我们去 design 的，它都必须要知道那个有巴士的网络，去到他们的这些住宅区，那么送去这个公共交通的站，吉隆坡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公共交通的大蓝图呢，还有没有完成这个 network 的，就是 MRT3 是 Circle Line， 把所有的其他很多不同的 interconnected 的站呢能够拨起来。所以在每一个城市呢，它那个 Circle Line 是很重要。Circle Line 就是一个圆圈，能够确保它有更多的 interconnectivity 了。多几年的时间，到 MRT3 整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网络呢，才能够比较完整。所以现在的还有很多地方其实还没有得到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 coverage。对啊，所以有一些地方其他州属连 LRT 都没有嘞，其他州属会连 LRT 都没有。对，肯定你要骑 LRT， 你还是要看那个数量的。坦白说，也不是每一个城市
适合起 LRT。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它主要的公共交通是巴士服务，所以巴士服务也是重要的。就比如说芙蓉不大可能会起 LRT 的，对，但是芙蓉就是需要可能巴士方面的确是有那个巴士的服务，但是为什么比较少人用公共巴士？可能它的那个不方便呢，准时哦，准时方面呢，所以这些是可能必须要去加强的。这样我要问槟城呢？他们讲现在槟城塞车塞到很多，人流量也很多的。槟城是要考虑要做 LRT， 但是为什么一路来槟城过去10多年LRT 还不能够落实？可能就是第一，它是整个发展的模式，第一，以前是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这个协助，它就比较困难，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来协助宾州州政府，能够落实这个 LRT 的这个计划，这个是其中一个挑战呢。觉得差不多了，它已经比较松了一点。其实来得很快的。其实就是 manager 必须要马上去应变，比如说就是平时是跟那个系统跑的，但是当你有这个故障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 intervention。Ladies and gentlemen， 插播一则广告。今天我们穿的 Not a Spot Check T-shirt 就是由 Printing Your Precious Gift Precious.com 帮我们量身客制化印出来的。他们是大马一站式客制化礼品网站，什么都能印 T-shirt、lanyard、马克杯、帆布画等等，什么都有。从2015年开始 ，Princess 就已经帮助超过5000家公司打印他们的广告宣传品，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跟业务。今天 Princess 和 BBK 就合作推出了这件 Not a Spot Check T-shirt， 老板买了可以 Spot Check 员工，伴侣买了可以 Spot Check 另一半，售价只需要35令吉，大家就不妨点击下面的链接来购买吧。首100位顾客还可以获得免费的 BBK 精致 Button Badge 和我们的神秘小礼物哦。Princess 也叫我们来问一下陆兆福来借这个周选要不要继续就是印一些这个西蒙的宣传品可以给你 offer 哈。抵达目的地当汪义，接下来我们将会在附近走走看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所以你满意吗？刚刚这样走上来，我们这个站，如果你出来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一个公共交通呢，你不单只是那个站必须要安全还有舒服，所以你出到来大陆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啊。这个 escalator 就是我1个月前来的时候是故障的。其实这个站它这个 escalator 并不是巴塞罗那管理，出来了就是这个位置。就是公路来的，这个公路有一个天桥要过去到另外一边。地铁站出来这个电梯呢，很多人就肯定地铁站出来嘛，就以为一定是巴塞罗那管的啦。但是这个维修不是巴塞罗那的，这个是市政府必须要去做维修的DBK 要做维修的，所以两边你都必须要有这个天桥，不然的话你就很难过去那边。为什么这个天桥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 LRT 连接到另外一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火车站，就是 monorail。所以我今天特地带你来看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需要大家合作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它有运作，我们就方便啊。你看，如果你现在你上去，你过去那边就简单咯，就简单很多，就方便很多。其实就是在解决 first mile 跟 last mile 的一个问题。你看。今天这个天桥的这个情况就是蛮干净，是哦，这边还没有好的。够力要拍照放上网吗你？不需要放上网的，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一边有跑一边没有跑。来拍照。拍了啊，拍了。OK， 还有很多啦，放心有其他的画面。我要讲的就是，有时候那个连接的范围不同，所以我需要政府部门里面不同的单位合作，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能够改善的。比如说这个行人道，从那个地铁过来这个行人道，这个行人道是肯定是 DBKL， 所以行人道也是很重要嘛。
比如说你出来这个地铁站出来，你必须要有这个好的行人道，有一个方便的行人道，你才能够确保那个用公共交通的人士呢，去有一个顺畅的这个路程。晚上你看啊，路灯，这是行人道有没有光？如果是暗暗的，你一个女孩子，你哪里敢哪里敢跑路？你看现在整个行人道都是非常的亮的，也是有安全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啊，这些蠕动哦，有就是你对一些这些就是说所谓的维修的文化必须要做好。还有那个盲道，这里也是没有我发现。这个不 OKU friendly 还不够 OKU friendly。所以这样交通部要做的就是整合每一个部门。不是整合，你必须要你有很多这个协调的工作必须要去做。比如说你 planning 的时候，你以后做任何的这个 planning， 你的这个政策说以后起什么东西，你必须要跟不同的部门有这个配合。有一些人讲交通部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的太大的权力的，然后所以做不到很多东西。我不懂啊，人家讲啊，可能是魏家贤。这样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18年上任，我们整合整个交通部。第一，以前公共交通这一块并不是在交通部的。对咯。做德士啊、地铁啊，以前这个公共交通领域是在一个单位叫做 SPAD， 是在首相署的范畴里面。2018年，我们就把整个有关到交通领域的这些单位呢，都是整合在交通部里面。来到另外一个系统了，在吉隆坡地铁都有很多不同的系统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间发展这个公共交通，所以它的系统也不一样。第一，我们有这个 LRT， 刚才我们搭的这个 LRT， 这个 LRT 是在1998年的时候开始的，98年还没注册的，还没有，1998年2岁，你知道1998年对马来西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在马来西亚，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他2岁了，我2岁哦，我2岁生日。98年有2样大事情发生。第一，安华被马哈迪开除，这个是政治上的。另外一个大事情发生呢，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主办这个 Commonwealth Games，Commonwealth Games 那个 stadium， 你看有一个那个地铁站的，现在很多人去看演唱会都搭地铁啊，Bukit Jalil 嘛，所以那个地铁站就是当时起这个 Bukit Jalil Stadium。就是应付这个 Commonwealth Games， 整个 Bukit Jalil叫做 Commonwealth Village， 当时是，所以有很多在公寓，以前都是运动员住的。1998年的时候，过后就卖给公众人士。所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地铁呢，就是因为 Commonwealth Games 1998年完成，所以才建的。那个是 Ambang Line 啊，过后有这个 Kelana Jaya Line， 差不多同一个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是有起这个 monorail。其实这个 monorail 的概念呢是比较久一点的。monorail 比这个LRT 呢，它的那个速度比较慢。是这个 monorail 其实也是在90年代的时候发展的。是，所以在吉隆坡它有不同的系统，我们有 LRT， 有 monorail， 还有比较新的现在是 MRT。整合的好吗？他们3个，我们尽量的就是以后要做 planning， 都是要整合任何这些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啊，整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系统啊，都是经过一些调查、一些 studies， 肯定有很多 consultant 都有建议过怎样来整合整个系统，怎样确保它有连接、有 connectivity 等等。一些人的声音是讲，我们的 LRT 站都是跟发展商搞好的，你觉得是对的吗？不理整式规划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了，肯定有一些是lobby 要 lobby 那个地铁站要起在哪里，等等，肯定你也是需要发展，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反对发展。你在香港，你看很多的地铁站都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所以这个是其实一个 TOD 的 concept，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就是用公共交通联系的这个发展。这个模式是好事，因为第一，比如说你有政府的地去小病，对，所以比如说你起一个地铁的这个系统呢，可能要花几百亿了 ，MRT 3了，可能要花超过500亿，是哇，你怎样来收回那个成本呢？收这个ticket fare。Ticket fare 很难收回那个成本的，这个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一个生意。所以为什么它是公共交通？在外国，比如说在香港、在新加坡，他们的这些模式了，比如说它发展一个 LRT， 比如说这个站，它上面可以起一些商业的用途所以这块地就有价值嘛。明白。所以如果它跟私人发展商起，
可能政府可以拿回一部分的这个盈利。打算资助啦，还是盈利是还？一般上很多的模式，你可以跟 JV， 比如说这个巴塞罗那的，巴塞罗那可以跟一个发展商 JV 要起这个一个商业的这个大厦。就比如说，当王毅我们看到，本来他的计划呢就是要起一个商业的大厦的，但是很多时候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些计划不成功呢？就是执行的问题，或者有一些他没有一个很公开、很专业的一个方式来遴选哪一个适当的发展商。以前都是因为有政治关系，你就可以拿到这些 project。所以每一个地铁站其实它对那个地区是很有帮助，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一个这样的站，你起一个大厦在上面的。那肯定它有人流嘛。我们都不要讲大厦，你看这个店都关掉啊。对，所以没有连招租都招不到哎。Monorail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这些地铁、这些电梯呢，都还没有运作的。这些我们已经有得到报告，知道，也可能多几个月才能够维修好。这些都是 spare part 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重要呢？你想象一下，一个残障人士，他怎样上来呢？是哦，怎么办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设备，你就不能够给他机会用公共交通。是，想想以前我在韩国首尔生活，他们的 LRT 站进去很香很美，然后有很多店的嘞，很像一个 mini market 这样的。我们这边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将会改搭 KL Monorail Line， 从 Bukit Nanas 一路搭回 KL Central。这个 monorail 服务呢，它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这个门的问题。你看呢，我们跟那个 track 是没有这个 boundary 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证明人士的话，对它就很危险了。所以这个门已经是有几年了，都还没有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其中一个针对的一个问题啦，一个问题。其实 monorail 是比 LRT 旧一点哦。它不是旧的问题，它是因为 monorail 的技术不同，还有它的那个线是非常有限，它只有11个站。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公交都是 monorail 跟 LRT 啦。除了这个以外，你的任期内，你有想要达成的3个目标？对，就讲3个最主要你想要做的。肯定交通部管辖的范围了很多，公共交通是其中一个罢了。管辖的范围呢，有公共交通啦、巴士啦、火车啦，还有我们的电轿车的面对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啦、德士啦，航空业也是我的管辖范围啦。航空它帮助那个 fixed rate， 就是把那个价钱压到很低。那个是一部分罢了啦。你是怎么样做到的啊？这个因为什么这样多年都没有做？可是你其实有做过，之前AirAsia 都自己有做过。我在2018、2019年也跟他谈过，也有做这个在佳节的时候，肯定不是每一趟都有这么便宜。但是他能够做到，就是比如说这个是部长跟他谈，要他做一些可能就是 CSR 这样帮助社会，也是帮助他们自己的 branding， 它也是 marketing 的一个方式来的。所以它其实只是 CSR， 不是 CSR， 他有收钱，是那一趟就是可能他没有赚钱，也不是说每一个人能够受惠，我了解，但是最少有一部分人受惠到。那么你一部分人加上，如果你有航班更多供应到，那个其他的航班的飞机票也可能便宜一点。要怎么增加航班呢？增加航班，第一，你要看它的那个 capacity 了，它的 crew 也是要 rotate 更多，机场也是要协调，机场要开久一点，开到半夜。比如说有些机场在沙巴沙捞越的机场，它平时10点11点就关了，就是机场必须要配合。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政府必须要配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control tower 也是要开久一点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交通部去组织。但有政治意愿，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你必须要去协调，你不协调，肯定做不到。那个航空公司也没有这个。他讲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们的 objective 是什么？我们的 objective 就是希望，机票更便宜。特别是在东西马的这个关系，这个国家肯定我们一个国家分可以说两个不同的地理环境，我们的中间有一个南中国海的，所以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那么肯定你的两边的这个 integration 就越走越远。像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你最想要做3件事，你选得出来吗？目前要做的就是公共交通是我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啦，就是要改善确保地铁这些减少这些故障
这些次数比较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部交通局 JPJ 要电子化，我的希望就是以后你换来生不用去那边，换来生你不用去到 JPJ counter。你电子化就可以换了，还入 tax 你不用去排队，我们的这个服务电子化，所以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可以落实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几年前我也在谈过的，就是我们考车，对年轻人来说特别重要，考车要更加的这个连接，就是要没有可以包车要落实这个 e-testing 啦，这个要保留了这个。除非你要贪污了，不然我怕我不过哎。我们要训练一些好的开玩笑driver 嘛。是。第三个其中一个也是要帮助沙巴沙捞越的这些年轻人、学生想落实的其中一个政策呢，就是看政府怎样协助他们。目前现在针对的就是政府大学的大学生，了解有几万个沙巴沙捞越的大学生在西马读书，你这个沙巴或者沙捞越的学生，你被选到来西马读书，马大也好，国大也好，理大也好，你一定要飞过来嘛，你没有其他的选择的，一定要飞过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负担，回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来的，机票又贵，所以我现在是想办法，怎样来可能用一些政府的一些津贴，来协助他们，可能津贴他们一点。有啦，你新年的那个 fixed rate 已经很帮助很 impress。对，但是那个不能够帮到很多人的，我很了解，因为一趟飞机就180人，你很难逼那个航空公司增加很多班，因为第一，它的飞机也是有限嘛，它不能够马上突然间变多10辆飞机出来的。做任何东西我们也是要比较实际一点，想要长远一点，比较想要长远一点，比较实际一点，也比较 practical。你不能够说，哎，我是部长，我要你增加你就增加，你不能够这样做嘛。没有一个公司要做亏本的生意的，政府的那个资源也是有限的，就是津贴也不长远，对，所以要想一个办法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想到经济的效应，有很多实际的一些考量，所以做政治的人，特别是你做决策人、做部长，你就是要考虑到这些。回到刚才你早问我为什么要 spot check， 为什么你要看，为什么是不是做戏啊？如果你自己不了解那个情况呢，你怎样去好好的来想这些措施？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希望就是网民不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每一个政治人物。OK， 今天我们就走了1-2个小时，跟卢卡斯。是，然后你会发现到其实 KL 的交通还算是很方便。然后要大家多使用啊！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有公共交通的这个系统，所以肯定我的工作必须要尽量去改善，让更方便，跟这个服务更好，更安全，更加可靠。所以这个肯定是我未来要关注的地方，要关注的工作。肯定不是一步登天，不能够说1-2个月就能够完全所有东西都改变得到。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那你们这次有5年呢，特别是在吉隆坡的朋友，特别是交通部会不停的来去改善这个公共交通，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用公共交通。那你的 spot check 一定要做好。那为了要让你的 spot check 做好呢，我们今天尊敬的赞助商 Princess， 他要送你一件衣服。好，谢谢你啊！这件衣服可以帮助你混在人群当中，别人都不知道你的 spot check。就是这个 ，not a spot check，not a spot check。你穿着这个出门，大家就不会觉得你在 spot check， 对不对啊？很聪明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这不是 Excel 啊，这个是 Excel。好，我们谢谢陆兆福带我们来看他 spot check 的过程。好，那我们谢谢你们，记得按赞，记得订阅，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All right。嘉文的个人专场脱口秀《Confuse 乱水》即将来袭，赶快点击以下链接了解吧。